查理克克他在活动的时候被你知道查理是谁吗？你知道他对台湾有什么看法吗？还有这件事跟美国社会、台湾社会有什么关系？很有可能你看过这条新闻，但是你不知道这条新闻跟台湾社会有什么关系。也许你也不太了解美国社会现在的状况，你会知道这两个社会的空洞点吗？如果你不知道，我觉得你非常需要把这部影片看完。首先，查理克克是谁？他是美国的政治人物，也是社会运动人士，他是比较保守派，但是也许最有名的原因是他的影片，他常常会跟他的意见不同的人会讨论，因为有冲突，但是他很会说话，所以他的影片非常红。他觉得跟意见不同的人讨论是非常重要，而且他觉得跟别人沟通是唯一的方法，我们可以避免暴力。那他曾经有讨论过台湾吗？有啦，有一次有一个中国年轻人跟他聊台湾，我们看看他怎么说。 Do they say that is Taiwan Taiwan or is it land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e call it Taiwan. We recognize the situation in our government. Okay, so it's not China's, it's its own sovereign autonomous country? We call them Taiwan. We recognize how they're separate, but they still belong to us legally. Okay. You see what I'm getting at, right? In totalitarian countries, human beings are little parts of a broader machine to be put in. In a free society, you're all independent souls that are made in the image of God. 查理，非常感谢你说实话，也非常感谢你公开支持台湾。在台湾有很多人不敢这样做，我觉得很可惜。所以这位是比较保守派，就是右翼，但是他非常乐意跟左翼的人讨论。然后呢，因为这件事而被杀。但是这件事更严重，因为他被杀之后，有很多美国人在抖音拍影片笑他，他们表达这位被杀，他们非常快乐，他们觉得他被杀是活该。I, on the other hand, do cheer when bad things happen to bad people. Charlie Kirk just got. Oh, oh, 我觉得这件事很夸张，但是为什么他们会这样觉得？然后这件事跟台湾有关系吗？有啦，等一下，我们先要仔细的了解这件事。很多人因为他被杀而开心，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位是纳粹主义者，所以他被杀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一个纳粹主义者怎么会想要跟他意见不同讨论？如果你看他的影片，你会知道他非常反对暴力，而且他跟纳粹没有什么关系，他是保守派。没错，我也不是完全认同他的想法，但是他跟纳粹完全无关。那美国社会怎么会这么极端呢？然后这件事跟台湾真的有关系吗？如果你觉得没有，你必须继续看这部影片。你知道查理被杀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是美国社会的分裂，或是更简单的说，在美国左派跟右派是越来越恨彼此。例如左派会觉得川普是一个独裁者，太巧了，跟在台湾社会有某一部分的人会觉得赖清德也是一个独裁者，一模一样，巧合吗？你继续听，因为这种想法从哪里来？难道赖清德或是川普做了一些是跟独裁一模一样的事情吗？如果你知道什么是一个独裁者，你会发现没有，你可以喜欢他们，你可以不喜欢，你可以批评他们的很多方面，没有问题，但是他们的确不是独裁者。还有在美国左派的人觉得查理他是纳粹主义者，不是跟巴囧一模一样吗？你觉得这个是巧合吗？你觉得没有关系吗？那你继续听，因为如果你看查理说的话，他根本不可能支持纳粹，跟巴囧一模一样。巴囧是跟朋友私底下才开玩笑，但是如果你看巴囧公开说的话，跟纳粹无关。所以无论你喜不喜欢这两个人，他们不是纳粹主义者。所以你不觉得很巧合吗？我不知道，但是很值得你多思考这件事。还有，我一直被批评我是民进党这一网红，我真的是吗？如果你认真看我的影片，你知道这件事太离谱。我从来没有说民进党好棒棒，而且没有任何一个证据可以证明我收到民进党的钱，因为我没有收到民进党的钱。那为什么这样被贴标签呢？为什么会觉得查理巴囧是
是纳粹主义者，或是川普来请的是独裁者，或是我是民进党这一网红，这群人的共同点是什么？其中一个是反共。那为什么要把反共人士贴标签呢？因为这些标签是非常的夸张，而我们丑化还有合理化可以攻击我们。那是为什么被杀才会被笑，会觉得是活该应该的？还有一件事我觉得特别有趣，那些美国左派他们基本上都在用 TikTok， 而且同一些人因为非常讨厌美国，美国人讨厌美国，他们在抖音还说中国比美国还发达。这件事是不是跟另外一个国家很像？好像跟台湾很像。难道最近不是有一部分的台湾人会觉得中国比台湾好吗？太假了。而且那些美国人会觉得习近平比川普好，造成美国社会越来越分裂。刚好这几年 TikTok 跟小红书在美国社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那美国社会的分裂对谁有利益？你不需要很聪明来了解，是对中共。为什么？因为中共想要攻击美国社会，但是中共我必须说非常聪明，因为他们用美国人来攻击美国人，用认知作战来攻击他们，无形战争，这样的效果最好。其实这件事不只是用 TikTok 或是小红书做的，中共早一点用芬太尼毒品来攻击美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了解这件事，但是芬太尼是在中国制造，通过墨西哥、加拿大送到美国，结果呢，几百万个人死了。如果这个不是战争，我不知道是什么。但是有一个差别，在这种战争，唯一的人会死的是美国人，中国人刚好也可以赚钱的。不过如果你没有听过这件事，你应该也不要太意外。为什么我这样觉得？因为疫情，难道中国不是让冠状病毒散发到全世界吗？造成2000万个人。不过疫情有一个差别，那个时候很多中国人不过呢，中共不管，因为中共把中国人民没有当人，所以他们可以接受自己的人民了。你看过《朝鲜战》这部电影吗？我非常推荐。所以我觉得中共在美国社会在造成分裂是非常明显的事情。你想想看，有比这个更好的方法来攻击你的敌人吗？而且中美关系有一个非常不公平的状况，美国人可以看中国的资讯，但是中国人没有办法看美国资讯。那是为什么需要防假，需要用 VPN？ 难道不是一个完美的认知作战吗？而且你觉得中共只有对美国这样呢？错了，对香港也是这样做过。压迫香港之前，先造成分裂，有蓝色的统派跟黄色的本土派，这样中共不需要解放军，还可以压迫香港。那现在我问你，你觉得现在的台湾社会比以前还分裂吗？我知道蓝绿的分裂一直都在，而且很正常，因为原本国民党压迫台湾人40年。但是你会不会跟我一样的感觉，是最近台湾社会的分裂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例如以前老人家是比较蓝，年轻人比较绿，老人比较亲中，年轻人比较台派。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完全不一样，而且这种变化很快，因为好像现在的台湾年轻人比较亲中，不会觉得中共或是统一有什么问题。而且这件事没有多久之前在台湾社会大家都很清楚，那台湾年轻人怎么忘记这件事？会不会是因为台湾年轻人被 TikTok 或是小红书洗脑？刚好跟美国年轻人一样，太假了。从我的角度来看，台湾社会越来越分裂，越来越极端。而且最近馆长去中国开直播，我觉得更明显，而且有道理。因为如果你突然调侃，开始说中共的好话，当然很多台湾人会不爽。当然台湾社会还不是美国那么极端，而且台湾社会是比较和平，所以现在如果跟你意见不同的人，你不会被杀。但是我觉得最近这种状况越来越不好，而且对像我这种人在反中共的认知作战，也许有一天我们要面对像查理这种状况，也许有一天台湾会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然后你不知道怎么发生，因为一开始你接受一些看起来没什么的状况，例如用抖音或是小红书，你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或是你接受台湾媒体一直在报道
馆长散发中共的谎言，或是你接受有中国大陆这个说法，或是你接受台独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独立，你觉得冻结国防预算没什么，或是你觉得台湾反渗透的法律比较轻松，也没有怎么样啊。然后过了没有多久，台湾没未来，那你怎么看这件事？还有，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今天我不在家，我在那里，为什么我在这边？我在下一部影片我会跟你分享。而且如果你觉得我拍这样的影片，我讨论这些议题对台湾社会有贡献，你可以考虑当我频道会员。现在我们有一个讨论区的平台，所以可以跟我或是跟其他的会员讨论这些议题。无论如何，我要非常感谢你每一个礼拜收看。台湾加油！你记得思考。我是黑厨师，好嘞，拜，再会。